谁能料到窦骁那场刷爆朋友圈的巴厘岛婚礼，归根结底不过是一场自我感动的独角戏。吴克群当年那句名言，现在听起来简直就是神预言。富家千金只管谈情说爱，但谁要是真敢娶，那才是傻。连向太都在旁边阴阳怪气的点拨过，这个富家女嫁给一个演员，等于算下嫁了。那她求的可能就是没关系，我可能演艺生涯也不知道会不会再上，下了也没关系，我娶了个富家女。可是富家女这边呢，是不给任何金钱支持的，房子都不给买的，属于这个富家女名下的。为什么？故意的，可能妈妈不看好，就不放任何钱给。婚礼的钱是他花的，他全部家当用在婚礼上了，他现在出来根本连婚礼钱都赚不出来。说白了，何超莲拥有恋爱的自由，但婚姻的资产必须死死锁住。豪门防备外人的基因，那是刻在骨子里的。窦骁这回是真豁出去了。巴厘岛那场婚礼听说是砸了近8000万，那是他出道10年在娱乐圈摸爬滚打拼下的全部家底，还没请婚庆公司，所有烂摊子全是他一个人扛。朋友参加完回来都服气了。参加完他们婚礼，我真的自愧不如。礼仪上的细节到嘉宾的接送到怎么样，而他们这样一个婚礼居然没有请婚礼策划，完全是小窦一个人完成。从谁的飞机航班几点到，怎么接送，这场他拼了半条命换来的盛大仪式，最后换来了什么？回想恋爱那会儿，他确实是掏心掏肺，包私人飞机给何超莲过生日，嘴上却云淡风轻地说今天风挺舒服。何家考察女婿整整2年，他没拿过女方1分钱。何超莲亲人离世，他停工8个月，寸步不离的陪着。综艺里何超莲喊有流星，别人都没当回事儿，他立马接话，刚刚确实划过了一个，他是真能把他的每一丝情绪都捧在手心里呵护。但结婚以后呢，婚本上没他的名字，好剧本全推了，事业彻底停摆，天天围着老婆转，想搞点投资被嫌弃能力不够，想插手家族酒店生意，董事会的大门都摸不着，别名义上是乘龙快婿，实际上连个编外人员都算不上。窦骁当时的心理其实特别典型，他天真的以为足够的爱就能换来足够的认可，他把所有筹码都压注在情感上，却完全忽略了豪门最不吃这一套。三太陈婉珍要的是可控，不是真情。一个靠爱情空降，没有资产捆绑，还让女儿下嫁的男人，在他眼里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。所以那扇门不是没开过，是压根儿就没打算让他进。你以为这是2个人搭伙过日子，其实是你一直在顺着别人的规则玩，你把一切都毫无保留的给了出去，对方全盘收下，笑着点点头。等你真想抬脚迈进那个家门，才猛然发现门早就关死了。说到底，这段感情里最讽刺的地方不在于谁辜负了谁，而在于窦骁把爱情当成了跨越阶层的船票，却忘了豪门从来不缺缺的是那个能掌舵的人。他用全部身家买了一张看似华丽的入场券，结果发现观众席装修的再豪华，他也进不了后台。爱情可以浪漫，但婚姻从来都是现实的博弈。当一个人把真心当筹码，另一个人却只把婚姻当风控，这场游戏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衡。真正的门第之见从来不是出身，而是你倾尽所有，对方却连门缝都没打算为你留。